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漫漫上海观天下》频道。好久没有做节目了，今天就做一期啊。今天的标题是：中国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最大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缺失，必须高举中华文明和民族主义的大旗。现在的中国急需思想家、哲学家，中国需要新时代的毛泽东。首先声明，我这里讲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而是包含所有56个民族，甚至是其他新民族的中华民族。只要你认同中华文明，并按照中华文明的规范言行一致，你就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至今，新冷战就已经开始了。现在美国人勾结五眼联盟、美日印澳联盟和欧盟作为一个阵营，站在了他们认为的道德制高点上，动不动就指责我们人权问题，比如新疆、香港、西藏等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说实话，是我们自己很多方面是没有做好，才会被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美日印澳联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横加指责。比如前几天连云港灌南县的辅警许愿事件，实际上就是腐败官员勾结法院，徇私枉法陷害许愿，各路官员白睡了他多年，还要法院判他13年，罚款退赔800多万，这是人干的事情吗？真的不把人家女孩子当人看呢？我只能说，在中国很多基层的官员早就腐败到了骨子里面去了。自从习大大上台之后抓了多少官员啊？没有上百万也有几十万了吧？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贪腐官员前赴后继了，抓了一批又来一批，抓也抓不完。为什么呢？就是思想出了问题，上升的路线思想出了问题，才会如此。中国的吏治如果搞不好，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不公严重，14亿人从上到下满脑子的就是钱，都成了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和金钱的奴隶了。你说这样的民族谈何民族复兴呢？这样的国家怎么作为新的世界老大领导其他国家呢？前几天我看了司马南的节目，也说那个许愿事件。他说美国有个类似的事件，就是一个女孩子做暗娼，为了得到警察的庇护，多年来被几十个警察白睡。那帮警察口口声声的说会保护她，结果某天女孩子在一个治安不好的穷人区遇到危险的时候，打电话给那些睡过她、满口答应会保护她的警察们求助的时候，结果没有一个人接她的电话。这个时候女孩子才明白，那些警察都是在骗她。结果她一怒之下，把这些年睡过她的那些警察的名单全部公之于众，结果在当地掀起了当地警察界的滔天巨浪，很多警察被开除、被问责，还有一个警察觉得对不起他的家庭，对不起妻子儿女，心怀愧疚，开枪自杀了。自杀前他还曝光了其他几十个警察的名单，最后女孩子把当地的市政府都告上了法庭。结果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呢？法官判决当地市政府赔偿给女孩子98万多美元作为补偿费，因为法官认为女孩子为了谋生做皮肉生意，为了受到警察的保护而献出自己的肉体，她是警察腐败的受害者，所以要当地市政府给予女孩子赔偿，从此让女孩子不用出卖肉体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女孩子就可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两个类似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有天壤之别。美国法官同情女孩，绝不徇私枉法，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这里要赞一个美国的法官。中国的法官因为是领导任命的，只为领导负责，只对提拔他的领导唯命是从，公然的勾结腐败官员，徇私枉法，不顾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律的威严，做出了那种人神共愤的狗屁判决，真是让人所不齿啊！连云港灌南县的官僚利益集团，他们以为可以只手遮天，视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为粪土。这里我希望中央政法委和中纪委出面给当地的腐败官员和腐败的司法利益集团予以严惩，保护弱女子许愿，至少不用赔钱吃官司吧，这样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心才能聚拢，而不是离心离德。通过上面两个类似案件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美国人的那套价值观能够蛊惑人心，能够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相信。咱们先不管美国人的那套民主自由人权是真是假，但是美国法官的判决就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作用。这个判决让人心服口服，而中国灌南县法院的判决真让人觉得恶心。
公然的官官相护、徇私枉法，一起构建迫害警察腐败的受害者许愿，真让人感到愤慨和痛心。目前中国从上到下的那些腐败官员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呢？那些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根源又是谁造成的呢？我在我的前几期节目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有兴趣的老铁们可以去看我前几期的视频，比如第35期、第40集、第41集、第118集、第146集、第147集、第177集。在毛主席的时代，中国人民是心中有信仰、有主义，有着理想信念，男女平等，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子住，有希望，有盼头。大部分的小孩子的最大愿望是长大的时候要当科学家、当老师，要去参军当兵，保卫国家，保家卫国。长大了学好本领，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毛主席时代所有从上到下，从小孩子到大人的愿望，崇高的革命理想。现在呢？现在的家长教育小孩子什么？赚大钱啊，做明星，去整容啊，去做明星，成为亿万富翁、亿万富婆，满脑子就是钱。人人都成为了金钱的奴隶。除了钱，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任何事情值得追求了吗？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比钱值得追求。在毛主席时代，工人农民当家做主，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比如农民总理陈永贵、大秦油田的石油工人王进喜等等。在毛主席的时代，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全世界最好的，男女平等是全世界做的最好，到目前为止也是如此。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徇私枉法，没有社会不公，没有贫富差距巨大。特别是文革期间，人民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批斗当权派当官的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必须看着人民群众的眼色，心里面必须想着群众，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否则就要受到人民群众的指责和批斗。文革的起因就是因为当时一大批的官僚集团都开始腐化堕落了。毛主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不想让他亲自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共产党变质，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文革。毛主席时代的贪官和现在根本不能比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比如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才贪了多少钱？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也就100-200万，就被枪毙了啊！按照毛主席的话说，杀了他们2个，挽救了一大批的党员干部。但是现在呢，你贪腐多少个亿都不用死，犯罪成本如此之低，怪不得那帮利益集团的贪官污吏们前赴后继的贪污腐败，大不了关几年，出来后老子照样吃香喝辣的啊，或者人上人的生活，对吧？或者出狱以后做生意，或者出国，对吧？买个大 house 啊，开着游艇，你几辈子都赚不到，是吧？所以在毛主席时代，他可以登高一呼，全世界的穷苦人民应者云集。特别是那篇著名的520声明，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就是因为当年我们中国没有社会不公，没有贫富差距，没有人吸毒，没有人卖淫嫖娼，孤寡老人有依靠，当时的中国人权状况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1976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6大工业国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这样的国家和制度才能让全世界的人民幸福，人人信仰之。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当时全世界底层民众的圣经。毛主席语录当时印刷了50多亿份，全部送给了全世界的各国人民，作为输出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这绝对比原子弹还要有用和靠谱得多。当时毛主席可以很简单的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社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指责欧美政府。当时欧美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底层民众，每当遇到社会不公或者种族歧视、种族矛盾、劳作矛盾等问题时，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时候，就会举起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啊，捧着毛主席的画像啊，大家都上街游行了。所以当时欧美帝国主义政府啊，想起毛泽东这个名字就会浑身发抖，那真的不是开玩笑。就像现在欧美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念给全世界一样，我们不要怪美国人在全世界搞颜色革命、输出价值观，因为长钉从来不钉无缝的蛋。
你的国家很多地方有问题，没有做好，没有搞好，社会不公非常严重，贫富差距非常巨大，老百姓对政府不满，心中有怨气，才会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去搞颜色革命。底层民众想改变现状，这就像毛主席时代我们输出革命的套路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完全被反了过来了。欧美西方国家吸取了毛主席时代被动受到我们指责批判的教训，在人权、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等问题上的处理的比较好，很多方面做的比较到位，所以他们现在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指责做的不如他们的其他国家。这也是那帮国内反动公知、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汉奸、卖国贼、走狗们最大的精神支柱。毛主席早就说过了，思想路线最重要，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地盘可以有地盘。但是思想路线错了，有了的就会全部丢掉。思想路线是纲，纲举目张。路线确立之后，干部最重要，这就是伟人，是多么的有前瞻性和远见啊！毛主席时代，他是国际公益的领袖，他登高一呼，全世界应者云集，对全世界输出革命。反观现在呢，我们被欧美输出价值观，国内国际舆论阵地处处被动，国际话语权完全丧失。你说的话没人要听，没人相信。国内的一大帮无良公知反华、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的汉奸、卖国贼、走狗们，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是政府关键部门的领导岗位。这就是邓小平抛弃共产主义大旗，倒行逆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恶果。说实话，当今中国社会不公现象非常严重，贫富差距非常巨大。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也说过，利益集团的腐败官员勾结资本新贵们，对内残酷剥削压榨本国人民，心里面根本没有一丝一毫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满脑子的想的就是想如何不择手段的大捞特捞。比如马云的蚂蚁集团的网上贷款，诸多的 P2P 网络贷款暴雷事件等等。包括现在国内绝大部分经济领域都被权贵资本所垄断，全中国95%的财富被不到5%的人牢牢地掌控了。还有诸多电商平台背后都是权贵资本，那些电商平台现在连菜场的菜农都不想放过了，连老百姓买菜都要被电商平台所垄断了。现在的年轻人创业无望，房价奇高，中国的老百姓们被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房价和养老给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代人做了房奴卡奴，根本没有余钱去消费刺激经济。老百姓现在看不到希望，这样的中国会有前途吗？这样的中国会被外国人看得起吗？这样的大陆台湾会和我们统一吗？这样的国家能够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吗？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曾经一呼百应的国际共产主义大旗被邓小平给抛弃了。如果现在不举起民族主义和中华文明的大旗，我们就无法聚拢人心。现在的中国人民除了心中的朴素的爱国主义，请问还有信仰和主义吗？还有理想信念吗？从上到下满脑子的除了钱就是钱，钱，全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了。靠钱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吗？如果不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怎么来聚拢人心呢？靠那些混吃等死的官媒吹牛逼吗？我这里讲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而是包含所有56个民族，甚至其他新民族的中华民族。只要你认同中华文明，并言行一致的遵守，你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国内各个阶层从上到下满脑子的利益，没有理想信念和信仰，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连台湾都收不回来。为什么？台湾看不起大陆，并不是因为钱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做世界领袖的核心竞争力。那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核心竞争力就是价值观，是意识形态，是信仰，是主义，而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黑猫白猫论中美夫妻论。台湾当年两蒋时代，台湾信仰的是三民主义救中国，两蒋之后台湾相信美国的那套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人家至少还有东西可以去信仰。邓小平上台之后，自从我们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你心中除了钱，你还相信什么？那你凭什么让台湾回归呢？你凭什么让人家对你心服口服的被你统治呢？当年共产主义的大旗被邓小平抛弃了，然后所谓的改革开放，跟着欧美屁股后面走资本主义道路，
结果人家改良过的资本主义道路搞得比我们好多了，我们走的是那种最血腥、最肮脏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国内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不公严重，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民族复兴就根本无从谈起，就更成不了世界老大。因为自己的国家没有搞好，你怎么去领导其他国家呢？其他的小弟怎么能够相信你呢？90年代末，英国已故首相撒切尔夫人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过，很多人说21世纪属于中国，但是她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没有哲学，没有主义，没有信仰。80年代邓小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就抛弃了所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脑子里面除了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信念和主义，14亿人从上到下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都是钱的奴隶，这个国家和民族会有希望吗？会成为世界领袖吗？其他国家会尊敬你吗？撒切尔夫人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她真的一言中的，她可以透过表象看到实质，看到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中国都没有解决。欧美鼓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管它是真的是假的，反正世界上很多人都相信，所以他们就有话语权。这就是我们那么多年来舆论阵地处处被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的根本原因。很多的爱国网友只会跟着国内的官方媒体唱赞歌意淫，对吧？做着世界老大民族复兴的春秋大梦。包括前几天中美对话，把杨洁篪怒怼美国国务卿，总算出了多年来的一口恶气。自从80年代末邓小平上台之后，实行所谓的韬光养晦的投降主义政策，干做美帝的附庸，自废武功40年以来，中国对美外交一直是唯唯诺诺，为美国马首是瞻。这次杨洁篪的怒怼表达了中国高层的态度和意志，国内外的华人像过节一样开心。但是也就是仅仅如此了。但是五眼联盟、美日印澳联盟，包括现在的欧盟，为什么要和我们对着干呢？台湾为什么要铁了心要独立而不肯统一呢？就是因为从心底里面看不起我们。我们没有哲学，没有主义，没有信仰和理念，就是14亿唯利是图的小人。你说这种国家和民族怎么去做世界的老大呢？怎么去实现民族复兴呢？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都是贬低唯利是图的小人的。从古至今的中国封建王朝社会，社会阶级就是士农工商，商人被列在最下层的阶级，就是因为商人重利轻义，就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商人为了钱连灵魂都可以出卖。虽然欧美也是重商主义者，但是他们还是从心底里面看不起重利轻义、没有信仰的小人。英美 Anglo-Saxon 人，包括欧洲的其他白人，好歹也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我们中华文明屹立世界5000多年以来，不是靠什么金钱利益而存活到今天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明末之前，在电力大发现之前，我们中国都是东亚的老大。不是利益，不是钱，就是因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中封建的内容居多，但居多并不是精髓。中华文明中的方法论方面的内涵，恰恰是其精髓所在。这就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明辩证法的集大成者。自从西汉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学说和思想就统治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不管之后的王朝如何更迭，统治者都推崇儒家思想，比如众所周知的人生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生八德有2个出处，出处1是至圣先师孔子孔老夫子对他的弟子进行德育教育的全部精髓，出处2是宋代理学家思想家朱熹总结出来的，世称诸子八德，都是儒学的精髓，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孝是孝顺，孝顺父母，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孝顺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往大了说，可以说是对国家尽忠，也就是大孝。古代特别是明清2代对孝道是非常的看重的。官员如果父母去世，他就必须回老家丁忧守制，为过世的父母守孝3年或者27个月。如果某官员贪恋权位，不肯回老家丁忧守制，
就会被认为不朽孝道，做人的道德有污点，那是包括皇帝和所有士大夫阶级所不能容忍的道德污点。那这个人在官场就会混不下去，会被边缘化，甚至会被罢官。哪像现在的那帮贪官污吏们，寡廉鲜耻的，犯罪成本如此之低，贪腐几亿几十个亿都不用死，对吧？坐几年牢减刑，里面过得舒坦，然后减刑，对吧？混个多少年，7、8年出来了，照样吃香喝辣，做人上人。接下来就讲弟啊，弟是弟敬，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就是兄弟有爱，相互帮助，扩而充之。对待朋友也要有兄弟姐妹之情，这样人和人之间才能消除矛盾，互相谦让。忠就是尽忠，尽忠国家，就是做国民的责任，就是要忠于祖国和人民。忠也就是要忠于组织和自己的工作职责。信就是信用，信用是朋友，要对朋友言而有信，不可失去信用。将来走上了社会，要言必忠信，行必笃敬，说出的话一定要有忠有信，不欺骗他人。所做的事必须要有恭恭敬敬的态度，要有敬畏之心，认真的去做，绝对不能敷衍了事。礼是礼节，见到人要有礼貌，我们应该遵守各种规定，遵纪守法，也包括礼貌。学生见到师长要敬礼，见到父母要敬礼，见到客人要敬礼，不但表面上要敬礼，心里面上更是要恭敬，这就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体现。义就是义气，是说人们应该有正义感，要有见义勇为的精神，无论谁有困难，要尽力去帮助解决问题，对朋友要有道义，大公无私的助人为乐，不能有其他的企图之心。当然这不是那种狭隘的哥们义气，那不是义，那是愚昧。廉就是廉洁，有廉洁的人不论见到什么，不起贪求之心，没有想占便宜的想法，而养成大公无私的精神。耻就是羞耻，凡是不合道理的事，违背良心的事情，绝对不做。人若无耻，等于禽兽一样。耻也就是自尊自重。孔子曰：知耻近于勇，知道错误就去改过，为当所为，不也是勇的表现吗？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是讲中国筷子的内涵，中华文明的骄傲，很有味道大家看一下。今天和大家讲一件特别骄傲、特别解气的事。刚才在旁边有几个老外在吃饭，他们一边说一边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吃饭用这2个小木棍有点可笑。我正准备过去呢，旁边来了一个年轻人，拿着一双筷子就过去了。他和这几个老外说，他说中国人用的这个筷子长7寸6，代表着我们的7情6欲。7情就是喜怒哀乐悲恐忧，那6欲呢，代表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我们的人的生理需求。同时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和平衡。那用筷子的5个手指呢，代表着我们的5行金木水火土。而用筷子大家都看，一头是圆的，一头是方的，代表天圆地方。那我们人用手呢，在中间，表明天地人3合。另外用筷子讲究很多，你力气太大打不开，力气太小夹不住，是吧？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得。另外，中华文明的精髓还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是多种哲学思想完美融合的文化，具有高度的包容性，而包容性
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中华文化有强大的同化和改造外来文化的能力，将外来文化的精华吸收为中国固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强大的再造、改造和吸收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道家的自然，有儒家的仁爱，有墨家的无私的爱，有法家的严谨，有佛家的慈爱和奉献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中国文化中有温情曼美的仁爱文化，这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仁者爱人的文化。儒家文化更注重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更注重人伦之间的关系。他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恕之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首先要站稳，才能去扶起摔倒的人；我自己要发达了之后，才能去博施济众，帮助别人。这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金科玉律。中国传统文化是注重现实的，强调脚踏实地的实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相对于印度哲学的神学化，相对于西方的自然哲学，中国文化具有强调精神境界、追求人的身心和谐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有以民为本的优秀传统，在西周时期，以民为本的思想已经开始出现了萌芽。到了儒家学说的第二号人物孟子那里，以民为本的思想就达到了顶峰。孟子的仁政和王道理想就是建立在以民为本的思想之上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崇尚诚信的优点，中国人推崇诚实，在《论语》《中庸》《大学》和孟子的儒家经典典籍之中，诚信是一种自然法则，而追求诚则是人的做人的法则。因此，诚信是中国文化中的人伦法则。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和人文思维，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中国文化浩如烟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文化和外延来思考中华文明，不外乎思想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思考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说到中国文化的精髓，我个人的看法是，首先要回答中国文化的源头是什么的问题，就是文化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和人文思维，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中国人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是天地间最灵最贵的。早在上书中就有为天地万物之母，为人万物之灵的说法。后来荀子也有人有气有生有和，义且有义，而草木水火禽兽都没有，所以人最为天下贵也。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不仅最贵，而且最灵。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化成，人参与天地之造化，天地因为人的参与而变得有序。人的礼乐精神，人的礼义廉耻的自我约束，人的群居互助思想，使得天地万物得以有序治理。这个有序治理的过程，就是以人为本的过程。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自身不断繁衍生息，不断丰富的发展人类文明素养的过程。以人为本的思想还体现在中国人的信仰文化上。中国人信天信地信祖宗，谢天谢地谢祖宗，跪天跪地跪祖宗。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崇拜祖先，就是祖先崇拜。中国人认为天地就是道，天道就是规律，做事要遵天道，替天行道。祖宗是社会法则，同乡有乡约，家族有家谱，家庭有家训。于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为了中国人的八端。如果有人犯了八端八德，就会被骂作王八蛋。王八蛋的由来就是望八端的误读音，望八端八端八德，然后后世以讹传变成王八蛋了，有趣吧？不仅如此，中国人由信仰祖宗进而信仰家庭，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伦关系。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都是以人为本来规范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这种文化还体现在治国理政之上。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所谓的民为贵，君为轻，民为邦本，以民为本，以百姓兴为心，到后来的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无穷无尽的价值传承的活力。不仅如此，中国人把以人为本和血缘关系的思想还扩充到社会关系之上。比如从组织上，国民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上叫人民军队，军人叫人民子弟兵，还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等等等。在关系之上，我们经常听到兄弟单位、兄弟省份、兄弟部门等等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与人交往喜欢称兄道弟，结拜兄弟，喜欢攀亲戚、套近乎，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天人合一是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天道和人道平衡的境界。天之道，利而不害，万物皆以利他而存在。天之道是自然规律。人之道，为而不争，人类皆以不争而群居。人之道是社会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人法自然，人道效法天道，才是人之大道。这种顺天道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的关系之上。中国人认为人生在世要处理好三种关系，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心的关系。这个实质就是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做到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入到中国人的方方面面，集中体现在了和的关系上。儒家讲中和，道家讲守中，佛家讲中道，都是和文化的集中表述。这种文化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和谐万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等等等。人物思想是中国文化在思维模式的体现。儒家讲的中庸，道家讲的守中，佛家讲的中道，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文思维。跟科学思维相比，人文思维侧重思维表达方式的模糊性，以人为本，从人出发，以大局着想。动态关联的特点比较突出，包容性强。中国文化的四大支柱，儒家、道家、佛家、一家，就俗称儒释道一，各有特色而相互包容。他们以人为本，从人的不同需求出发，解读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思想观点和方法很难说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创造的，说到具体的人也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而且他们不是静态的，是不断丰富发展的。中华文明重视道，剔除了其中封建性的唯心主义的内容后，就是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有了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就可以认识各种具体事物，以至于万物。对于义和利的关系，剔除义的封建性的内容之外，就是主张伸张正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正义的精神追求高于物质利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获得物质利益必须以正义的精神追求为前提。这种对义和利的关系的认识，不是违反了唯物论，而恰恰是坚持了唯物论的辩证法。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易经》中就充满了辩证法。占卜不是《易经》的精华，辩证法才是《易经》的精髓。其中阴阳互为依存、互为消长、对立统一、转化发展的思想，是辩证法的最基本的思想。中华文明中的五行学说，剔除了封建迷信的那一部分之后，其精髓就是对阴阳辩证法的进一步的发展。有生有克，生克互动，都是两分法看问题，动态中掌握转化和发展。中华文明的精髓不是和与和，而是更强调分与变和争。中华文明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尚武文化。第一是习武先做人，这是尚武文化中的民主性。习武不是为了恃强凌弱，而是打抱不平，主张正义，我是防御性的。第二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华文明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医文化，这不单是医学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做人的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民主性精华最浓郁的部分。中国老百姓至今都信奉西医能治病，中医能治根这个理念。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就是调查研究，辨清真伪，实事求是，对症下药，主张标本兼治，治本为主，信奉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中医主张清上和中，驱邪攻毒。中医文化中充满了民主性和辩证法的精华。和不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民主和辩证法才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毛主席说过，继承中华文明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继承其民主性的精华。中华文明的精髓就是民主。这里民主的意思不是民做主，因为几千年的中国社会里面并没有什么人民做主。这里的民主的思想就是民众，民为主，所谓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因此中华文明的精髓准确的说是民本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集中华文明精髓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瑰宝。现在的中国急需思想家、哲学家，中国需要新时代的毛泽东。本集讲完了，希望老铁们喜欢，点赞、订阅、转发，谢谢大家。